大家好，我是黑客斯。今天的主题呢很普通，但是又带了一点特别。为什么呢？最近呢，一个客户委托我帮他组一台可以大量多开模拟器的电脑。那本来我是没有兴趣的，不过他的需求呢是迷你小主机，刚好搭上最近新出的华擎的迷你主机 X300和 AMD 这个超高 CP 值的 Ryzen 4系列呢 APU 新上市，那我就来开箱啦。好，那我是个迷你主机控啦，在不牺牲效能和散热的前提之下呢，电脑主机越小越好。那台北寸土寸金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会精算给大家看，小主机换来的空间值多少新台币。然后我也是个不装外接显示卡主义者，在符合工作需求的前提之下，能用内显，我绝对不会用外显。好，那这2年呢 ，AMD 它的效能碾压 Intel。那其实很少在关注电脑硬体的我呢，也被这些大量的资讯给打动了。所以呢，组 AMD 呢是目前最高 CP 值的选择。那这次的需求是大量的多开模拟器。那目前我的目标是设定10开稳稳的就好。好，那这是我搭配的组合。CPU 的部分呢是 AMD 4650G， 那其实我觉得4350G 就够了。为了保险起见呢，我更上一阶。记忆体的部分呢是威刚 16G 的3200两支。好，因为某屋现在在做活动，然后它的价差其实很大。好，不然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想要配美光的。那 SSD 的部分呢是威刚的8200 Pro512G。好，那主机本体呢，就是这次的主角啦，就是这一台 Desk Mini X300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拆箱。好，那它这次的外观呢，比上一代的 A300好看很多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。好，然后它这边还有预留一个这个支架，可以直接装在那个电脑后面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Desk Mini X300，它背后的 I/O 有哪些？好，那这个呢是它的电源，然后这是它的那个 DP port， 然后这是 HDMI， 然后这是传统的 VGA， 然后这 USB 3.0 应该2个都是 3.0， 然后一个 RJ45 的网路孔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延长的音源线，这是另外选购的，然后这个是那个WiFi 的天线的，这个也是另外选购的。它整个背面的 I/O 呢是长这个样子。那这些 I/O 其实足以应付大部分所有的商用电脑所需要的这个功能。然后它里面其实有配一个 AMD 专用的 CPU 风扇，所以它里面附的这个原厂 AMD 的风扇呢，千万要保留好，千万不要丢掉，因为你到时候如果说 AMD 要保固的话，它是看这个风扇原厂的风扇来认保固。好，那我其实已经先把它装好，因为其实真的没什么可以装的。那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主机内部的结构，把记忆体装上去 ，CPU 装上去，然后 SSD 装上去就结束了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技术可言。那它里面有3样配件呢是要另外选的，我是觉得能加选就加选因为都用得到。第一个是 WiFi 的蓝牙模组，那它在 SSD 的下面，就这个白色的。它是 WiFi 跟蓝牙的模组，它在这个地方。你要装它之前，你要先把 SSD 先拆下来。好，那刚刚那3样配件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呢是太贵。好，刚刚那3样WiFi 蓝牙模组、USB 2.0 延伸、音源线的延长，那这样就要多花1000块去选配，我是觉得有点夸张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绑定这台 X300 的主机没有得选择。因为呢是要尽量的多开，所以记忆体的部分我是用到 32G， 那 X300 它能支援到 64G， 但我觉得如果再上去，搞不好连 CPU 也要再往上到 4750G， 然后又变成散热器，还要再更上去去换成猫头鹰的，那 CP 值我是觉得太低。那我来看它还有什么其他的配件，就一片驱动程式的光碟，然后那个电源线，它的 power， 那它的 power 其实蛮大的啦，它好像是120瓦，我看一下。好，那它的这个电源供应器呢是外接的，然后它的瓦数是120瓦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用 4750G
可能会，我觉得可能瓦数可能会不太够。然后说明书，然后2个这个 WiFi 天线，下面那个角可以连那个4个小垫子。然后这是那个SATA 线，好没了。它里面还可以再另外接2个SATA 硬碟。好，那各位，我发现一个我觉得蛮严重的问题是，它 Desk Mini 它所附的这个 AMD 的风扇呢很吵，声音我觉得声音蛮大声的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我要把它换回 AMD 原厂的风扇。这个是 AMD 原厂的风扇，好，那很明显就是比 Desk Mini 附的还要大。好，然后它有个外壳啦，这个外壳要拆掉才装得进去，不然会卡住。这个外壳我觉得不好拆，它有一个螺丝松掉之后，你要很努力的去搬它。我是用铁尺去慢慢的搬好久才把它搬开。那这个外壳不能丢，因为保固是贴在上面，所以这个外壳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给收好。那我现在把这个 AMD 的原厂的风扇已经装好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来把它装回去。好，那各位我已经把它成功的塞进去了，就是上面这个壳你要把它稍微用一点力气把它往上，因为它稍微有点卡到，好，所以你要把这个上面这个壳稍微往上，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才能把它整个全部塞进去。好，那是可以的那我这样试是 OK 的。这一颗 Desk Mini 原厂附的风扇不要用，真的很吵。好，然后我拿去再测了一下 ，AMD 的原厂风扇呢就安静很多，还是有声音，但是比这个 Desk Mini 附的这个 CPU 风扇呢好很多，而且温度呢差了4度。好，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要把这个SATA排线先装上去，以防哪一天要装的时候，结果线不知道收到哪里去，那这样会很麻烦。好，那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它装进去了，现在我要再把它打开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 SATA 的排线呢就装上去了，然后再把这个机壳装回去。好，它的东西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其实呢也没什么好介绍的，因为东西真的很少，然后组装也很简单。它不像大的主机还要整线，然后还要去安排装置的位置、风道等等，烦死了。那 X300 如果用低配的话呢，它很适合用在办公室商用。好，它便宜啊，不占空间，然后也好维护。如果需要跑一些特殊的应用多开，那打电动也是 OK。好，那少了外接的显示卡，它的耗电也很低。那电费的部分呢也会比较便宜。只要不是玩什么电玩大作，其实大部分的人这样就已经够了。好，然后我现在用那个 IDA64来做一个烧机测试。那室温是28度，然后烧机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它的温度就是大概停留在52、51度左右。那这个温度呢，它的风扇几乎是全速在跑。那其实 AMD 的原厂风扇其实声音还是蛮大的如果说对声音很敏感的人，我是建议还是上到猫头鹰的这个散热器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呢来测这个开模拟器的状况会是怎么样。好，那我这边我是用那个逍遥模拟器，那我先开一个我要开的速度超快，几乎大概5秒钟就开好。好，然后我随便装了一个上面的一些手游然后我随便乱测一下。那目前开一个模拟器 CPU 的使用率才2%、3%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来那个随便乱开一个手游。好，那现在进入游戏之后啊，它的 CPU 使用率大概就30几%。好，那我现在2个视窗的游戏都开好了，然后目前的 CPU 使用率就大概在60几到70。好，那因为我只是随便找一个游戏来测啦，那大家参考就好了。那目前2个视窗就70，好，这是在玩游戏的状态。好，那这个数据呢就给大家做参考。那每个人的使用状况呢，玩的游戏呢都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只能给大家做个参考而已。这个跑分的数据呢，网络上面已经很多了这边我就不测了。那我也不是专业在测跑分的。好，那这边针对大量多开模拟器有个设定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X300 的 BIOS 可以针对内显的部分分配记忆体的大小。那选项呢，在画面上这个地方。如果要打电动或者是多开模拟器，
记忆体像我这样子有刻意先加大的前提之下，那这个部分呢可以把它调大，那最大可以调到16G 的记忆体给内显使用，很棒吧？如果是我自己要用的电脑的话，我一定是把记忆体加到最大，然后呢再分配最大16G 的记忆体给内显。那至于实测的话呢，我只是简易的开箱分享，我目前没有打算去实测内显的大小对于多开的效率差异。那这个选项我已经教大家了，而且这个设定呢，在网络上面还查不太到嘞。那有买的人可以自己去实验看看。X300在某屋呢搭配 Ryzen 4系列的 APU， 它的组合价格非常杀，可以省很多钱。然后刚好这几天活动还加送罗技的无线键盘滑鼠组，所以我觉得超划算。那这也是这一次我选 X300 很重要的原因。好，那 Desk Mini 呢 X300 就开箱就到这边咯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哦。